电闸合不了，都说是电闸坏了。这么看，分闸全拉掉了，全断开了，总闸依然合不上。4P 的分闸全拉掉了，就是说零火线全断开了。他们这种测试方法是对的，就是如果再合不上，那确定是总闸有问题。但是它确实合不上，直接换一个总闸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还得看它下面的接线，接出了一路电缆线，往上走了。这么看，它这个跳闸的原因跟这个箱子里边的电路没有关系，走那个电缆线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应该是去了这个配电箱。就打开这个配电箱看一下，那就拉掉这个配电箱的总闸，再合一次试试，看能不能合上。好了，不跳了。这样它下边这些设备就可以合闸送电。那就插这个配电箱的电路，应该有漏电的地方。指针望远表，一个表笔测地线，先给它零线做一个标记。怎么红线做零线呢？那就先拉掉这些分闸，这些都是漏电保护器，可以先测一下漏电，这肯定是漏电的，而且漏电的不一定是我测的这一个电闸下面的线路。虽然测的显示是漏电，但是不测零线，测的不准。你看我现在怎么测它都是显示漏电，无论测总闸还是分闸，它都是显示漏电。但是是哪一路线在漏电呢？这下边有2路，然后后边电闸还接着这是几路啊？2路。那好吧，拆掉总闸下边的这2路线，看看我拆下的这2路线是不是漏电。先测其中一路，火线有号漏电，这一路线不漏。当然测零线呢，零线是漏电的，这样就确定了这路线是漏电的。再确定一下漏电，测其他的线路没问题，后面的这些线路也没问题，确定了这一路线有问题。这路线接的什么呀？顺着线往下走，会不会是这个插座线？拔掉这个插头，测量插座的插头不漏电。现在再测一下这个线还漏不漏电，表针没动，漏电的现象没了。那再插上这个插座呢？插上插座一测，它就是漏电的，这么奇怪吗？为什么插上就漏电，拔下来以后测它就不漏电呢？用望远表测插头，零火插与地插，它都是不漏电。看看，这是个插排，插排上插着2个电器，拔掉这2个电器，这插的什么电器？这是，然后再插上这个插头，单独测不漏电。插上这一个电器，测不漏电。拔掉这个电器，再插另一个电器，再测漏电。那这个电器有问题，这是插了个什么电器？插了个角磨机。角磨机是2插的插头，它怎么能漏电呢？它没有地线。我拿望远表测一下，角磨机这个头是铁的，测这个头与插头漏电，是角磨机漏电。角磨机放在台面上，然后这个台面固定了一个钻床，这个台面是铁的，是接地的，所以在电闸那头能测出来它漏电。它要是不放台面上，就测不出它漏电。角磨机漏电少见吧？它是哪漏电呢？给它拆一下看看。碳刷，这边是碳刷，拆开看一下。碳刷还行，没磨透。拿出碳刷，里边是个转子，看这边这个碳刷，这个也没问题，不是碳刷的原因。取掉碳刷以后再测一下，测插头与刚才测这个铁头，这么看不是电线，
碳刷这一块的问题。测量这个小电机的转子，转子与外壳是转子在漏电，它这个转子是带线圈的，那这个就搞不了了，它里边的转子漏电，这样再往下就进行不了了，再拆也没有意义了。这个我修不了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故障原因找到了，角膜机的原因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这个好奇怪呀，放几天假这设备就开不了了。他们老板着急了，把我叫来了，看看是哪里的原因。测一下配电箱有没有电，测电压220伏有，电闸下边呢也有220伏。然后再看哪呢？保险丝，看控制回路的保险丝有没有坏。测保险丝，好的。开始我以为保险丝烧了，没有。保险丝没问题，应该从哪里开始查呢？操作师傅说每一次要打开这些开关，然后才能开设备。现在打开没有反应，指示灯也不亮。那就测一下这些开关上面有没有电，没有电。下边这些开关，这个没有电。哎，接线有问题。接线怎么可能呢？它这么接线是不可能导通的。那这个线头谁动过了？一定是谁动过了。很明显线接错了。这个黑线接到这边就好了。他们俩是一对儿，常开触点。所以要把这个黑线接到这一边才能导通。等一下得问问他们工人谁动了这个电路。拉闸，把这个黑线导过去。等一下把这个设备的操作师傅给叫过来问一下什么情况。把电送上，打开开关。好了，指示灯亮了。计米器复位，启动开关在后边。这是为了操作方便，这样交流接触器吸合，历次调数好使。师傅，谁动这个线头了吗？有个线掉来了，老让人接上了。啊，掉线头了。哎，那自己接的。啊，老让接的。接错了。掉线头了，那接错了，所以启动不起来了。为什么会掉线头呢？是因为这个旋钮开关没固定紧，在开关的时候底座跟着转。把线给拽掉了，我得请这个接线的师傅吃饭，我俩得长期合作。他这个还是个历次调数，现在的设备都很少见这种东西了。历次调数电机以前见了很多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